大家好，这里是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权威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权威独家分析。如果我们的内容对您有价值，请订阅我们的内容。澳大利亚取消对来自中国的旅客的 COVID 检测要求。Reuters 从3月11日午夜开始，澳大利亚将结束之前对来自中国、香港和澳门的入境者在出发前进行 COVID-19 检测的要求。中国卫生官员表示，病例数下降和来自中国的最新数据导致了明智的决定。他强调，澳大利亚对新出现的 COVID-19 变异病例采取了更好的检测和应对措施。韩国、日本和美国等其他国家也同样废除或打算废除自己类似的手续。中国科技部重组，谁将出掌？星岛日报，中国重组后的科技部不再参与具体科研项目评审和管理，原来管理的科研经费规模超过400亿元，将大幅度减少。不过，瘦身不代表科技部被弱化。官方的解释是有利于集中精力抓战略规划、抓重大专项、抓国家实验室等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和长远的科技工作。而且，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领导和强化科技工作的顶层设计能力，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办事机构职责也是由重组后的科技部整体承担。现任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已经超过65岁，不可能继续担任，谁将出掌新组建的科技部？热门的人选有2个：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殷和俊，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王志军。60岁的殷和俊是微电子专家，曾任中科院电子学研究所所长、副院长、科技部副部长，后来担任北京常务副市长、天津市委副书记。2020年底重返中科院，成为2把手，明确为正部级，并在中共20大当选中央委员。殷和俊本身是科学家，又有科技部的经历，被视为部长的大热，但最近又盛传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王志军才是真命天子。57岁的王志军是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研究生，曾在国家发改委、中央财经办工作。2019年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去年4月才空降黑龙江。王志军资历虽然不如殷和俊，但也获安排20大中央委员，显然是要重用。亚洲股市停滞不前，美元上涨，数据支持鹰派鲍威尔。Reuters 亚洲股市下跌，美元徘徊在3个月高位。此前积极的美国就业数据为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的鹰派利率策略提供了压力。预测人员预计2月份将创造20万0 5千个新工作岗位，低于上个月的51万7千个。美联储将在2周后结束3月会议，金融市场一直定价关键利率上升50个基点的可能性为 78.6%， 这种幅度的上升将从本周初的约 30% 上升。通常，科技股倾向于预测市场会好转，目前并非如此。周三，标准普尔500指数在收盘时仍处于温和的积极区域，但纳斯达克指数下跌，道琼斯指数遭受小幅下跌。与此同时，衡量美元对顶级交易对的美元指数浮动在3个月高点附近。更令人担忧的是2年期和10年期国债之间的收益率曲线，类似于负斜率，这是自1981年以来最引人注目的，这使得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更大。中国消费者通胀缓解，继续通货紧缩。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根据国家统计局 NBS 的数据，由于农历新年假期后消费者需求下降和市场供应充足，中国2月份消费者通胀同比下降至 1%， 低于1月份的 2.1%。 这一数字低于预期，预计上个月 CPI 将上涨 1.8%。 根据中国金融数据供应商 WIN 的数据，生产者价格指数比2月份下降了 1.4%， 低于1月份的 0.8%， 也低于预期。在 CPI 中，2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2.6%， 而1月份为 6.2%， 而上个月非食品价格上涨 0.6%， 低于1月份的 1.2%。 中国其他最高领导人效忠习近平，经验丰富。AP 美联社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尼尔·汤马斯 Neil Thomas 表示，与习近平主席一起进入执政的政治局常委的每位中国共产党员的背景表明，
政治对他的中国治理愿景的持续影响。这6名成员负责从宣传到打击腐败的主要职责。李强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任总理和经济看护人的人，也是以实施残酷封锁而闻名的中国金融中心上海的党委书记的崛起，表明习近平重视忠诚而不是纯粹的经济能力。记住过去和忠于党是最高领导人选择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因为习近平希望保持完全控制，并且通过有组织的反对派失去权力的风险正在增加。该委员会的6名成员与习近平有着密切的个人和专业联系，是中国几十年来最有权势的人物。中共反腐败监督机构负责人赵乐迈也可能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负责人。该委员会负责处理大多数实际的立法工作。预测习近平的6名成员将继续试图在执政党和中国大型企业集团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以控制市场和公司。因此，中央计划和国家指导可能仍然是该国经济体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党将继续寻求发挥其影响力。习近平不必担心李强成为权力中心。美联社预计将于周6当选中国总理的63岁的李强将不得不应对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放缓。该经济体正在应对 COVID-19 大流行、全球出口需求疲软、挥之不去的问题、美国关税上调、劳动力萎缩和人口老龄化。李称赞浙江的商人是该省最宝贵的资源。他指出了电子商务亿万富翁马云，并强调了他的政府削减繁文缛节的做法。相比之下，李还严格执行了一些国家控制措施，包括旨在防止 COVID-19 传播的规则。当他在当地的统治与总统及其团队制定的国家政策脱节时，他最终步入正轨，被视为他崛起的关键。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企业家们感到不安的不仅是更严格的政治控制和反 COVID 限制，还有对电子商务和其他科技公司的更多控制。反垄断和数据安全打击已经使公司的股票市值蒸发了数十亿美元。北京还敦促他们为开发处理器芯片和其他技术的社会项目和官方举措买单。李先生是浙江人，学习农业机械化，并在省党委工作中一路攀升。2003年，他开始在香港理工大学攻读高级管理人员 MBA 课程，这在雄心勃勃的党员干部中很常见。该大学前教授、前香港立法委员刘慧卿说，李在香港的一个商会上听过他关于香港自由市场经济的课，这表明他非常勤奋。刘说，李与习近平的工作关系始于2000年代，当时后者被任命为浙江省委书记。在习近平最终移居北京并被任命为党总书记之后，李克强于2013年晋升为浙江省省长，是省政府中的2号人物。3年后，李被任命为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强国江苏省省委书记，这是他首次在省外担任职务。2017年，他被任命为上海市委书记，这是习近平在习近平担任中国核心领导职务之前担任的职务。在上海的商业中心，李继续奉行亲商政策。2018年，电动汽车生产商特斯拉宣布将在美国境外建立第1家工厂。半年后，他破土动工，成为中国第1家外商独资汽车制造商。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即使在去年上海实施严格的 COVID 封锁期间，该工厂在停工约20天后仍设法恢复生产。援引特斯拉副总裁陶林的话说，几个政府部门几乎全天候工作，以帮助企业复工。总部位于北京的咨询公司 Sino Auto Insights 的董事总经理涂乐说，上海市政府的做法有点后退，在更复杂的问题上并非一帆风顺。中国欧盟商会会长 Jörg Watt 表示，虽然李帮助推动了中国和欧洲公司之间的一项生产 mRNA 疫苗的协议，但北京不赞成，该交易被搁置。他的预期任命似乎表明，能否赢得中国几十年来最有权势的人物习近平的信任，是政治晋升的关键决定因素。作为总理，随着习近平认为党应该在中国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李在国务院和中国农业部长计划中国之行讨论解除牛肉出口暂停。Reuters， 巴西农业部长卡洛斯·法瓦罗 （Carlos Favaro） 宣布将访问中国，希望在未来几天内恢复新鲜牛肉出口。今年2月，中国在巴西帕拉州发现一例非典型疯牛病病例后，削减了从巴西进口的牛肉。
巴西正在考虑在其食品行业中引入区块链技术，以帮助打击食品欺诈，这已经玷污了其声誉，同时也对疾病追踪产生了潜在影响。为什么中国的亿万富翁不断消失 ？BBC 最近中国科技行业人物爆翻的失踪，让一些商界领袖感到困惑，因为中国复兴控股的创始人被认为是中国科技行业的巨头。报的案件符合中国行业领导者失踪的模式，包括阿里巴巴老板马云，他的失踪是在金融科技公司蚂蚁金服被搁置的大型上市之前。虽然政府坚称这些行动是法律措施，但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共产党对经济控制权的追求正在推动其对中国亿万富翁的更严格控制，他们的数十亿美元企业具有巨大的权力潜力。虽然习近平总统强调了中国私营部门的重要性，但他呼吁商界领袖富有而负责任，富有而正义，富有而有爱心。美国间谍机构警告，中国是唯一可以重塑世界秩序的国家。NY Times 美国情报总监艾薇尔·海恩斯 （Gabriel Haynes） 表示，中国认为，为了在亚洲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大国，必须削弱美国的影响力。海恩斯还表示，中国政府为实现其目标，继续深化与俄罗斯的关系。年度评估称，尽管国际社会谴责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但中国仍将与俄罗斯保持合作，以挑战美国。海恩斯强化了美国的资讯，即拜登总统自2020年竞选以来曾表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长期竞争对手，并警告说，中国是唯一有能力和资源重塑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的国家。加强中国军队和扩大行动是报告的重点。该报告透露，北京旨在扩大其核武库，这反映了该国削减美国核能力的决心。中国梦寐以求的印度寺院小镇。BBC 达旺是喜马拉雅山高地上的圣城，已成为中印边界争端的冲突地区。该镇及周边地区由中国声称拥有，距离中国于1950年吞并的西藏仅22英里。达旺位于海拔3000米处，是印度最大的佛教寺院的所在地，是两国的重要地点。去年12月，该镇发生了多年来士兵之间的第一次冲突，导致数人受伤。专家表示，该地区的潜在冲突可能会产生火花，可能导致进一步的冲突。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6do.world， 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谢谢收看中国简报。